大家好，我是大伟。腿脚不好、走路没有力气的人，应该怎么样去锻炼我们的双腿呢？虽然锻炼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依然抵不过我今天教你的这个专门锻炼腿的王牌动作。因为这个动作啊，不仅简单、安全，而且还特别的有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年纪稍微偏大一些的人来说啊，它的友好程度啊更佳。这个动作不仅仅你练完以后会感觉我们的腿上面增加了力气，肌肉变得更加结实，而且呢，你能明显的感觉啊，我们这个通道啊，这个循环代谢能力啊被打开了，整个脚上面啊就热热乎乎的，非常舒服。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讲方法。这个动作呢叫做剪刀夹腿式，我来给大家先演示一遍动作，然后再讲解。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的啊，你在心里面啊就有一个概念。就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动作里面的细节还是比较多的，你必须按照这个细节全部做好了，才能把这个动作给落实下来，才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妙处。首先，我们先讲第一点啊，这个动作啊，它是一个夹啊，先夹，我们腿并拢了以后，腿还要持续的向内夹。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我手的一个距离，我腿往内夹的时候，你能看到我手被挤压的状态，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把腿并在一起，虽然说你们看起来我没用力，其实我腿是一直夹着的啊，往内保持发力，夹住。然后呢，脚尖先打开，腿往前伸。注意，我们这个动作，无论是你怎么去夹啊，你这个脚后跟一直要贴在我们地面上，脚后跟千万不能离开，还包括我们的脚掌不能离地面。你看。往前去推，此时呢，你看你的整个筋啊被拉开来了，然后我们开始要用大腿内侧去夹，夹的时候把这个脚啊压实地面，千万不要让脚尖离地。好，夹完了以后，腿并拢了以后，来回收，往回拉，拉的时候是用这里的力量啊。你看，我们坐板凳的时候啊，不要坐实了啊，往前坐，然后你看往回拉。啊，你看拉的时候，你也发现我这脚后跟是一直贴着地的啊，不可能说你一拉，哎，脚抬起来了，这样就不行了啊，这个是错误的演示啊。来，我们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做一遍。来，先绷着劲往内夹，小腹内收，然后脚尖外旋，来走1，夹，慢慢的夹，夹到内部，感觉大腿内侧发力，好，往回收，来2，回，好，来3。回啊，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你们现在如果说把手机放下来，跟着我去做，你就会感觉这个动作啊，它并不简单，而且呢，做起来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肌肉的发力。如果说我把动作啊再拆解的更详细一些，你们或许啊会理解更多这个动作的妙处。简单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你看我们大腿的肌肉啊，你看这块肌肉负责我们的腿往前伸，这个肌肉呢负责我们的腿往后屈。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用了哪些肌肉呢？你看，这里啊，你看往前推，推是不是这里发力？你看，推，夹啊，这里发力，然后呢再拉啊。其实我们往外推的时候，大腿外侧也带了发力，所以说这个动作不仅仅它有着拉筋，还有着锻炼啊我们肌肉的一个强化作用。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因为全面的把我们整个腿部啊都活起来了。你做上一个5到10遍以后，这个脚底啊就会热乎乎的，感觉这个温度啊上来了以后特别舒服。而且呢，我们做这个动作你会发现啊，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我们往前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由自主啊，我小腹就要往内收，因为你人只要小腹不收，哎，它这个动作做起来啊，它就得不上劲。你不信你试试看啊，就是你人塌下来去做。啊，你无论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它就得不上劲。你只有把这个小腹一收紧，哎，一绷起来啊，它就这个动作做起来以后啊，就非常的舒服。所以呢，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啊，把这个小腹收进去，啊，再感受一下这个动作，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的魅力实在是太强了。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也希望这个动作能够帮助到大家，让自己的腿脚啊更加有力量，走路变得更加的轻快。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记住了，没有关注的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总感觉你的腿上面不得劲，比较沉重，走路啊、上楼啊都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告诉大家，是你的胯
胯没打开，腿脚的根啊就在于胯。为什么说胯重要呢？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演示，大家就明白了。大家注意看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小人啊，我们走路的时候注意看是哪个关节啊运动最多？你能看到啊，是我们的这里，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胯。我们很多人啊，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人啊，你会发现他的步伐啊、脉动的程度啊就比较小了。你看这个胯就明显的打不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腿上的肌肉啊就没有办法把它的力量充分的发出来。其实道理很简单，你认为是这样啊，肌肉好发力，还是这样肌肉好发力？很明显，我们腿脚啊迈的步伐越大，肌肉发力的就越充分，肌肉越能发力，我们的腿脚的代谢循环也就会变得更好。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非常好的动作，去打开我们的一个胯，大家一起来跟着我去学习。那么首先给大家分享第一个动作，就是甩腿拉筋法。侧着给大家演示，我们首先啊找到一堵墙，扶着它，然后把我们的小腹内收，把腿部你看充分的摆动起来啊。摆动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啊把腿往前踢啊，往前踢得越远越好，然后呢把腿摆动起来啊，你会发现随着我们的摆动啊，你的这个幅度啊会越来越大。很多朋友刚开始他只能这样啊，他大了以后啊，他感觉吃不消啊，但是随着做着做着，哎，他这个筋啊给它拉开来了以后，腿就能摆起来了。这个动作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不多讲述啊，主要是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啊，这个摆胯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腿是这样摆的啊，这样摆的。这样摆的话呢，我们依然可以扶着墙，但是我扶着墙不好给大家演示，我正面给大家做一下啊。这里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就是你看我的这个脚尖，做个慢动作。往我的这个内侧摆的时候呢，你看我的这个脚尖啊，要往对向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啊去勾，然后呢摆过来的时候要拉开来，再摆再勾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可以把不勾脚尖的动作啊去做一下，你会发现一旦你的脚尖不勾啊，你这个动作做起来就感觉索然无味。但是你只要你看把脚尖这样一勾，每次摆过来的时候一勾，你就会发现了，后侧的这个筋啊就紧绷绷的，有一种拉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扶着墙把这个动作，你看摆的时候脚尖勾一下，摆的时候脚尖勾一下啊，就这样，每天把这个动作去摆上一个50下到100下。好，第一个甩腿阶段的动作大家都应该学会了，那我们再来看第2个阶段的动作。这个动作啊，侧着给大家演示啊。假设我要拉的是我的右侧腿啊。这里好，那么我的右侧腿呢，就在于我们的身体的后方，但是注意有一点啊，放在后方以后，我这个腿啊要绷直啊，一定要不能弯啊，把它绷直。绷直以后呢，前腿微屈啊，然后呢，你看这样啊，腿绷直不动，然后把我们的什么呢，重心往前移。你看，只要我们一往前移，腿一绷直，你就会发现这里一条筋啊，包括我们的腿部下方的这个小腿一条筋，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拉伸感觉。我们就这样晃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也非常省力啊，就这样。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我的这个后脚脚跟不能离地，后腿要绷直，这2点注意好。我们就这样去做啊，每天去晃上一个50下。好，这个50下做完以后，你可以把你的腿活动一下啊，左右摆一摆，动一动，你会发现这个腿啊一下子打开了。那么换左侧腿也是一样，你看我的左腿在后方，然后呢，你看啊，来1、2、3、4、5、6、7啊，就这样去做。你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把腿绷紧，拉着拉着，就拉下去了。然后呢，慢慢的，你的这个腿上这个紧绷的感觉就找到了。好。这2个动作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每天把它做一做。一旦啊你学会了这个动作啊，坚持去做，把这个胯只要打开了，你会发现你腿脚的力气，包括你走路姿势的改变，都是你能看见的。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咱们的腿部啊会变得特别的沉重，走路起来啊就感觉如灌铅，这个腿部啊不好发力，而且呢感觉有力啊它使不出来。有的时候呢，你摸一摸自己的腿部啊，发现啊皮表比较冰凉，而且呢下方有一些小筋结、小疙瘩。这个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一下。你有多久没有给我们的腿部做一次深度的放松了啊？这里注意啊，是深度的放松，不是简单的拉伸一下啊。你要知道，我们的腿部啊占有全身肌肉总量的60%。如果你连腿部都不好好放松的话，那么这些肌肉啊长期劳损肯定会容易出问题。所以今天我教你一招彻底放松腿部的方法，注意是深度放松。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每当你想放松腿部的时候，都可以跟着我一起去做。好了，现在我们来讲解腿部的放松。想要深度的放松咱们腿部，我要先给大家做一个腿部的一个简单剖析啊。那我们的大腿4个面，你看正反两面啊，左右两面。小腿2个面，一般呢是外侧偏内一个面啊，然后内侧啊往里面后面走一个面，然后再加上我们后侧啊这个腘窝啊小窝窝里面是一个点。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给它放松。好，那我们现在来讲怎么去放松啊。大腿的正面是非常容易放松的，我们先从大腿的正面来讲啊，用我们的这个手肘啊，你看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压住就可以了。压住了以后，大家注意看这个动作非常的精巧啊，我们放在我们大腿的根部啊，大家注意看这里啊，放在这里。好，放上去以后，身子往下一压，你看我这身子往下一沉。大家现在可以把手机放下来，跟我做这个动作，沉下去就可以了。身子只要一沉，什么动作你都不需要用劲啊，不需要用任何的力量，全靠我们身体的重量就压下来。然后呢，我们做一个微动，就是什么呢？手往前看，就这样啊，微微的动啊，你看1、2、3，往前推啊，就像这个擀面杖一样。你看，再往前一个点，我身子依然是压下去，1、2、3啊，再往前一个点，1、2、3，这个动作是不是设计的非常的精巧？你在做的时候是不是能感觉又非常的省力，而且还非常的省事？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不愿意放松大腿啊，就是因为这个腿部肌肉太厚了啊。很多人用手去按，你根本都按不进去啊。同时呢，去拉伸又感觉这个腿啊特别的僵，你拉也拉不动。你放松完腿部以后，做完深层以后，你再去拉伸，你试一下，感觉会非常的柔软啊。你看，就这样，我们从上到下去走上一个3到5遍就可以了啊，缓慢的啊，不用快，一定要让什么呢？我们的身体沉下去啊，缓慢的去做啊，就这样。好，做完了这一块以后，我们接下来做哪里呢？就是我们大腿的整个内侧啊，大家看内侧非常的简单，它连带着我们整个小腿的这个内侧都可以去做啊。你看这一面，好，怎么去做呢？你看手这样啊，握着拳，好，点下去，点在我们的大腿内侧，好，点住，来画圈，1、2、3，这样可能大家看不清楚，我这样给大家看啊，点进去，好，来身体还是一沉，1、2、3，1、2、3啊，用我们的手肘点下去，大概3到4个点左右，你就能把我们整个大腿内侧这条线全部放松了啊。从上到下走个2遍啊，包含着我们整个小腿啊，你看一样点进去，小腿也是一样啊，点进去啊，点进去。从正面看，我的坐姿是这样的啊，大家看，身子沉下去，你看完全不需要发力，靠的是哪里的力量？哎，我们身体的力量沿着我的大臂传下来啊，画圈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如果说你想力量更大一点，就这样，像我这样，你看这个手沉下去，压在这个拳面，身子只要一沉，把这个姿势只要做好，你就会发现这个力量啊，就是源源不断的啊，这个往我们的腿里面去灌啊，就是这样啊。好，我们这一面也是从上到下每个点去放松，大家只要把姿势摆起来啊，你就知道了，你就自然而然会放松了。好了，紧接着呢是我们的小腿啊，外侧偏内啊这一段呢有2种放松方式，给大家全部都讲解啊。第一种呢是属于什么呢？你看半跪式啊，像我这样坐着板凳啊，一转
转过来，好，半跪式，手撑住，手撑住。此时呢，我的脚是点地的，手是撑在我的整个小腿这一面上的连在后面都可以去按住。好，这样保持住，不费力，全是身体的重量腿部这里呢会稍微有一点点吃力，但是呢，基本上可以忽略。好，点住，手往外推，压一压。好，这样也是一样的。你看到我们的中间这一部分，点进去，压一压，晃一晃。好，这边也是点进去，你看后侧点进去，压一压，晃一晃。好，这个是比较省力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动作感觉难度有点高，那我们把腿这样往内撇一点，我们就手往前推，往前推你看一样的，点进去，还是身体的重量一压跟刚刚一样，只不过姿势有点转变2、3、1、2、3，好，就这样。好，我们这个腿的上面这边这整个小腿都放松过了，对吧？还有我们的外侧面，外侧面呢，我们一般是采用什么呢？腿往内一旋，然后这样推下去，就这样去做。这个外侧面它比较麻烦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就是用棍子去放松，但是我们这样做也可以，就这样去推赶下去就可以了你看就这样。好，外侧面做完了以后，一般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以后，我们需要做我们的大腿后侧这条线。这条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它在后侧又特别的厚，我们很多人他难以放松。还有特别是这个窝里面，我们手要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看好这样的一个姿势。好，从这个姿势呢，就是像两个小尖尖我们的手指从我们的腘窝这里看点进去，这样的姿势往上一顶，顶在我们的一个腘窝。好，顶上去以后呢，你看往后，先往后捋一般去捋上一个15下到20下。整个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什么呢？要靠我们的腰部的力量。侧面看一下看不是靠我们手臂的力量去，这个是手臂的力量往回拉，我们要靠腰部的力量往后，人往后。你看这个腰部的力量，人往后带着我们手臂往后，这样就是非常省力了。好，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捋完20下到30下以后，我们要把它定点，给大家再做一个定点的伸展。你看点在我们的腘窝。好，腿怎么做呢？腿就这样点上去，我们只要把这个手，你看把这个腿托住，形成这样的姿势，把腿托住，腿有重力，对不对？腿会自然往下沉。那么此时呢，我们就让腿尽可能的往下，我们只要把腿托住，那么它的重力和我们的手指就形成了一个反作用力，就进入了我们的一个要深入的点当中这个大家应该也能明白点在我们的一个腘窝处。好，点进去以后，你看腿就这样托住就可以了，然后腿就晃，就这样身子是微微的往后斜一斜，腿就这样晃它就做就往后，你看做一做，这个手往后移一点慢慢的把腿这样晃一晃，再往后晃一晃。这个动作呢稍微有一些累考验的是哪里呢？我们的肱二头肌会稍微有一些发力，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它省力了非常的多。从上到下慢慢的把这个腿给它晃开。你看从这里看就这样把它晃开。你在每晃的时候呢，按住的时候都是给我们的肌肉进行一个牵拉，这就是我们腿部一整套完善的深度的放松，里里外外全都给你放松通透了。我们左边做完还要做右边，但是在这里就不多演示了，因为时间有限。这一套动作呢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收藏下来，同时转发和分享给自己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家人或者爱运动的一些人。好了，我是大伟，大家记住了，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有血压高、血压不稳定，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一定能够帮助到你，甚至还能够在关键的时候顶上大用场。咱们今天要教给大家一套动作，这套动作可以帮助你很好的稳定住你的血压。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特别的烦恼，就是这个血压他每天都要吃药，对吧？血压高了要吃药，但是
药吃多了以后啊，身体里面有抗性，他要不停的换药，这个时候是他最大的一个烦恼。所以呢，当你开始做了今天这个动作以后，你会发现啊，你的血压越来越稳定，你吃药的这个量啊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啊。但是我在这里声明一下，咱们的动作啊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帮助啊，它不能去顶替药物啊，你只能每天去做这个动作，它和你吃药是不冲突的。然后呢，坚持做一段时间以后啊，根据自己身体的反应，再让医生去看啊，给你啊怎么去安排啊。但是这个动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马上直接把这个动作交给他。最后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是有出处的，是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医生告诉我的，他呢自己每天都会去做这个动作。好了，我们直接来讲这个动作啊。首先，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啊，我们是要找一个点，这个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劳宫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食指一弯。点住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的劳宫。你看，点到这里就是劳宫，以它为中心啊，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呢？就是画圆啊，就是去顺时针画一个圆啊。大家注意看我手的方向啊，你看啊，这样去绕，画一个圆。那我们做起来的时候是怎么做呢？看大拇指去顺时针，就这样绕。绕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是按进去以后去推啊。如果说你身边啊有一些润滑剂啊，或者有一些乳液啊，可以涂在我们的手掌上，这样做起来的时候啊，这个感觉会更好一些。你看，按进去以后啊，绕啊，就这样去推啊，然后呢，推到我们的大拇指大鱼际这，然后我们再回到中间点，你看再这样去推啊，就这样。啊，如果说我在家里面自己做的时候会怎么样了？就我手是这样放的，然后就反复这样绕着推就可以了啊。两个手都要做，做到什么时候为好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你会发现啊，很多人他这个血压特别高的时候，或者他这个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他手掌是什么发硬的啊？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下，手掌发硬，而且啊摸起来以后啊，里面明显能感觉到一些阻滞感、不通的感觉。这个时候啊，你就去按我的方法，以我们的劳宫为中心，然后就这样绕啊，绕着推啊，绕着推。推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慢慢的这个手掌开始软化了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啊。我们一般来说，如果非要定个量的话，大家可以从里到外算一圈啊，我们去做上一个20圈到30圈左右。这个时候你手掌变软乎了，然后同时握手的时候感觉特别轻松了，这个量就达到了。然后呢，我们开始拍肘窝啊，拍上一个200下。拍的时候也是非常轻巧的，是什么呢？手掌啊空握啊，就空握，然后拍上轻轻的拍。你看这个拍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用我们的手腕的力量，看这像鞭子一样的打上去，而不是用我们的整个手臂这样去拍啊，它力量是不同的。我们手腕这样去甩上去的时候呢，它的力量更贯穿啊，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肘窝这边的刺激啊更好，而且更加省力。我们就这样，速度不用很快，均匀的速度啊。就这样去拍，啊，200下啊，做完这个绕圈以后去拍手掌，然后另一个手也一样的绕完以后去拍手，啊，就这样就可以了。一套动作做下来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可以在什么呢？啊，做之前先测量一下自己的血压，然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开始做。做完以后啊，大概再休息个2分钟左右啊，然后再去测量一下你的血压，你会发现两个数值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为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去帮助我们活通了我们的一个经络啊，让我们的气血啊变得更好了。那么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们自己测完以后有结果的，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把结果啊告诉大家，让更多人能看到，帮助更多的人。今天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看一看今天的视频。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糖高了以后不免心里面就一阵焦虑。空腹的时候测一下看一下，饭后的时候有的时候测一下看一下，就发现自己的数值居高不下。有的时候不放心，自己上网搜一搜看一看，一看到照片，哎呀，心里面避免不了一阵担忧。那么糖高的朋友有没有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我教你一个道家的斗功，帮助你把它拉上来。
道家的抖功叫做什么？叫做百念不如一抖。这个抖功啊，非常的好，特别适合咱们唐高的人啊，平常去练习。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说，大伟，我平常啊每天运动个30分钟、50分钟行不行？我的回答是说行。你记住，唐高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运动。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答案要去运动，就是坚持不下来？因为运动累。你坚持30分钟，坚持50分钟，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天天去做。而且很多人运动啊，他对场地有要求，他没有这个条件啊。比如在小区里面啊，有很多的车在那边走啊，在这个操场啊，一下雨啊，刮风下雨啊，又影响出行，2、3天一中断，自己啊就不想去练了。这个没办法，每个人啊他都是有一定惰性的。那么怎么办呢？其实道家一些古人啊就把这些东西啊已经融入进去了。所以呢，抖功它对场地是没有要求的，而且你在抖的时候，每天啊2到3分钟就行，保证的时间短。时间短并不代表着它不好，而恰恰是因为时间短，它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去把这个糖啊给它去化掉啊。所以呢，你去跟着我练一练，坚持一个7天，你就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啊来讲动作，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手上的动作啊。手上的动作抖功是有要求的，手上要向内打转啊，就这么向内打转。你们每天跟着去练，记住，很多朋友在这里啊，为什么要给大家一个特写啊，不给大家全身的？因为很多朋友会做反，他向外去打转，这样不行。抖功啊，身体坐直，手就要向内去转啊，这么去转。转着以后，你会发现慢慢的手就像鞭子一样，你看挥打出来，这么去挥打出来。你要找这种劲啊，把这个抖劲给打出来。为什么？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感觉没有参与，其实你的很多肌肉是参与在里面的。你肌肉在参与，它就是一个消耗的过程。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就是糖。啊，我们把这个动作练好，慢慢的晃一晃，感觉这个手每抖出去一下，有一个劲打出去了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全身的动作，上半身的动作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腿部的动作。腿部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站姿啊，腿不要完全并拢啊，微微的分开一些就行。微微分开以后，你看侧面看一下，正面看一下啊，这个脚的距离。然后呢，我们的膝盖啊，来回的，你看来回的弯曲，轻轻的弯曲啊，就这样。你先保持住，慢慢的把这个频率加快，你会发现，当你的频率加快以后，身上怎么样，就自然而然的抖起来了。看到没有？你看我的手放松，在下面就开始晃起来了。这个就是抖功的精髓。慢慢的，当你感觉到你的这个频率，哎，手有抖动感了，好，这个时候你的频率就 OK 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动作会不会对膝盖有伤害啊？你放心啊，我们在做的时候慢动作演示。它对膝盖没有伤害的，因为你整个做的时候，你的膝盖虽然在弯曲，但是它的角度比较好。二个就是说你在弯曲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不受力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只要感觉到身上有微微抖动感觉的时候，手放在我们的腹部，感觉到腹部也有微微的抖动，这个时候频率就够了，适合自己的频率。然后慢慢的，我们把手参与进来，手怎么样？手和腿要搭配起来，刚开始可以稍微慢一些，慢慢的把手抖起来，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手上，手上这个劲啊，要把它打出去，手上的劲把它打出去以后，腿上来回动啊，从正面看一下，手放松，身上放松，来回动，来回动，慢慢的你这个整个力量就开始贯通起来了啊，做起来以后就不费劲啊，非常的简单，看起来是在扭啊，你看起来我是在扭。其实我在做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啊，浑身都在抖，浑身都在抖，这就是道家的抖功。每天做上一个2到3分钟，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动作很轻松啊，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你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你对你的协调能力啊是一种考验。刚开始做的时候不习惯，慢慢做完以后就习惯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抖的时候，你看这个抖的时候频率只要快一些。啊，基本上来讲的话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每天就这样抖，抖着抖着身上就开始发热。很多朋友啊，经常啊，你看到了这个夏天，手和脚还像放在冰窟窿里面一样的，你就这样做一做，对于我们整个循循环环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呢，没事的时候啊，咱们在家练一练，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感觉这个心跳啊，比如说我抖着抖着，我开始喘了，怎么办？我就慢慢的去做，然后这个心率下来了以后。我们就把速度变快一些，
就这样去抖，每天多抖一抖，在家里面就可以去做，坚持7天到14天，就会发现不一样。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不要忘记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好坏，舌头先知。为什么古人会说出这句话？你要记住啊，舌头它是我们脾胃的一个晴雨表。如果你把舌头伸出来以后啊，感觉这个舌头上面啊黄黄的、腻腻的，有的朋友啊这个舌头两侧都有齿痕，那么你的脾胃状态应该是不理想的。同时呢，有些朋友一讲话嘴巴里面就有味道，这个是什么？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把它化成小渣渣，好的变成能量，坏的出去，它就会在嘴巴里面发苦，有味道。你也要去注意一下你的脾胃。其实脾胃状态的好坏啊，它就决定了我们的状态。因为你的脾胃如果好，吃进去的东西能够变成能量，整个人的身材啊是很匀称的。但是如果脾胃不好，你会发现会出现2种极端，一种呢就是整个人啊特别的瘦，还有一种呢就是整个人啊就是我们讲的叫人到中年会发福，这个人啊他会感觉看起来很壮，实则啊很虚，这个肉啊是白白花花的，腿上呢也没有什么劲，这个都是脾胃不好。而且呢脾胃不好，你还得经常上厕所的时候回头看一看。脾胃不好的，要不然就是这里会堵着一个大石头，3-5天出不来，要不然呢上完厕所回头一看，发现粘在马桶上，这个都要注意了。脾胃不好，其实很多朋友啊是常年缠身啊，不好去调理。那么怎么办呢？我在这里啊分享给大家一套方法，这一套方法你跟着我去做啊，也不要再揉肚子了，坚持749天，你会发现你的脾胃啊慢慢的就开始强壮了。首先我们讲这一套方法，它是由2个动作组成的。那么这2个动作啊，一定要把它粘在一起去做，1+1大于2。是哪2个动作呢？一个就是在手上找点啊，你记住，手是身体的缩影，手上这个点位啊很重要，在哪里？我们的腕横纹偏大拇指这一侧啊，这一圈，你们去按。很多朋友啊，就手这么一按上去以后啊，咯噔咯噔的响，里面感觉啊咯噔咯噔的，还有朋友一按上去啊，感觉哎呀直喊疼。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它反馈的是我们的脾胃的状态。我们在饭后的时候，每天把左手和右手啊都轮流的这么转一转，大拇指这个位置啊，你看往上一卡就卡上去了，卡上去以后你就这么转，每天就这么转上一个3分钟、5分钟。刚开始的时候你感觉疼，但是你去坚持去做，你会发现随着你的脾胃状态慢慢好了，这个地方就没什么感觉了。它的感觉是正常的，是一种微微的发酸的感觉啊。如果你感觉疼，疙疙瘩瘩的，就要注意了啊。这个地方如果是有筋的话，其实就是你的寒和湿也重了啊。把这个地方给转开，左手转完以后转右手，2个手都要转。有的人说，老师我光揉肚子行不行？其实我对大家说啊，就是你去转转手你就知道了。有的朋友啊转手一转，肚子里面就咕噜咕噜响。转手3分钟，可能顶上你揉腹10分钟，所以没事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转手。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把方向和位置记好。我们可以饭前去做，包括饭后30分钟去做，都可以。日常当中没事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去转一转，非常的简单，非常的适合于我们的生活。你记住，好的动作啊都是要贴合于生活的，要服务于我们的，这才叫一个好的动作。那么讲完第一个动作以后呢，咱们还要讲第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其实说白了，它是一个解法，因为你所有堵的点在手上都能找到一个口子，那么脾胃的口子就在这儿。我们无非是把这个堵的点给它打开，但是打开了这个堵的点，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该弱还是弱。有些朋友只要生冷稍微有一些不忌嘴，哎，这个地方就跟你闹脾气，怎么办呢？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去准备3样物品，这个是南怀瑾老师分享的方法啊。这个生姜、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桂圆肉1颗。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把它捣一捣，捣碎了。捣碎了以后，加入适当的蜂蜜，把它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这个小丸子啊，你别小看它，能量可大了。放在哪里很重要，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把它封盖严实了。为什么要放在肚脐当中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小袋子啊，往外面粘的。
都是通过这个口子把能量送进来的，所以肚脐这个地方也被称之为会呼吸的口。你把它放在这里，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脾胃啊，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强壮起来。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套方法。有很多朋友会问呢，说老师，你讲的第一个方法好做，无非就是捏一捏手，但是第二个方法有点难度，我自己平常没时间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和我一样，用别人已经做好的这种成品啊，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肚脐贴，这盒肚脐贴啊，不仅是帮助了我自己，我分享给的很多粉丝朋友们，包括我自己的家里面人，用完以后都竖大拇指。为什么？有的很多朋友啊，5年的、10年的，甚至15、20年的，用完以后啊，都非常的开心。你要知道，脾胃好了，你吃进去的东西能转化为能量，人就会有劲啊。这个肚脐贴为什么说它好呢？就是我现在盖子没打开，我压一点小缝出来，我都能闻到里面的味道很浓郁。你们到手了以后，盖子打开，轻轻的闻一下，你就能闻到里面的味道。这个味道非常的浓，味道越浓，里面的选材用料啊就越真，这是非常好的。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它上面的一个配比啊，我这个里面有艾草、桂圆、花椒、陈皮、白芷、生姜。这6样啊，比我们之前讲的还多了3样出来，所以呢，它更加的全面。我们从里面拿出一颗小丸子，再用他送的这个小封贴纸，每天晚上把小丸子上面的皮取掉啊，就贴在我们的肚脐当中，然后封贴纸这么一盖，就把它盖住了。盖在我们的肚脐当中以后啊，你看一下，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你记住，盖上去以后，白天一定要把它怎么样？白天一定要把它撕掉。把这个小丸子从里面拿出来，千万不要留在里面的。留在里面有很多朋友白天太阳一晒，这个火力又上来了，他就怎么样？人容易上火苗啊，小火苗往上走。所以我们白天把它撕掉，身上面如果说你的水水湿湿比较重的，感觉沉的啊，双脚沉的，脚底的涌泉，2个涌泉的口子很重要，把它也贴上。2个涌泉加我们的肚脐，3个口子。3个地方全面入手，你会发现，只要坚持7期49天，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我刚开始贴的时候，第1天、第2天是没什么感觉的，到了第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肚脐这一圈啊，就感觉像一个小太阳照住一样，热热乎乎的，2个脚底啊，就像踩着这个小火苗一样，非常的舒服。涌泉这个口子只要一打开，你会发现水水湿湿的气啊就走了。脾胃这个地方非常娇贵，特别是30、40、50，越往后走，你越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敢吃敢喝，但是上了年纪以后，生冷稍微有些不忌口啊，稍微吃一些他就跟你闹脾气。他的环境很重要，他不喜欢过于潮，所以水水湿湿缠着他就不开心。他不喜欢过于干，干了也不开心，不喜欢过于热。他喜欢什么？他喜欢温温的，里面还要有精，3点水的精啊。这样的话，他的环境好了，他才能把他的能量释放出来。我们所有讲的养脾胃，养脾胃养的是哪里？就是他的环境，环境好了，他的工作能力啊就会加强。而这个小丸子就是把他的环境给它变好。所以呢，每天坚持去贴，你只要坚持跟着我去用，把2个方法结合在一起，先是转手，然后再贴肚脐。2个结合在一起，坚持7期49天，你会发现脾胃好了，吃进去的东西啊，没原来那么讲究的，都能吃进去的，而且能变成能量。有很多朋友原来体重啊胖的，然后贴肚脐贴贴完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自己啊身材有了一个变化，为什么？水水湿湿流走了，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啊也有变化。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讲的有点多，但是全都是干货，希望大家能把视频收藏下来。大家好，我是大伟。湿气和寒气重的人啊是能够看出来的，而且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他自己都不用看，他自己知道，因为已经被缠了5年10年，手机一打开一刷视频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有很多人每个方法都尝试，却找不到真东西。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真正的好方法，而这个好方法呢，来自于道家，叫做养火功。什么叫做火呢？你记住啊，它不是我们里面的这些小火苗，而这个火，它是专门对付这个湿和这个寒的。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啊，都看过一些香港的一些电视剧，包括金庸的一些电视剧，你会发现这些内功的高手啊，他通常这么一做，一运功，上面头上后背都会发热出汗，额头冒烟啊，这种呢都是电视剧当中的夸张。但是今天在咱们视频当中，我教你一个
方法。这个方法或许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能让你感觉得到你的这些小湿小寒慢慢的从体内排出去，而且不需要多长时间，咱们只需要1分钟到2分钟，你就会发热出汗。如果说你跟着我做了，你发热了，你出汗了，你感觉到这种感觉了，那么请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这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么好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啊，以免以后找不到了。这个动作啊是可以受益终身的，咱们以后一直都可以去练的。好了，我们现在呢来开始讲动作。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手掌中间啊就有2个活口啊，手掌中间这个就是劳宫的位置啊，我们把这2个画上一个小圆。这2个小圆我们把它画好了以后，你记住，左手为天，右手为地，无论男女都要把手怎么样？左手在上，右手朝下，然后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胸前，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肚脐上方，都可以。把手合在一起以后，中间这个区域是微微的凹进去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火炉，因为我们2个火口已经对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跟着我去做啊，一定要跟上。那么我们把手去旋转，我们静静的感受一下火炉当中温度的变化。这么一来一回，我们为1次，一共做4下啊，这个已经第3下了啊。来，所有家人朋友们跟上，慢慢的做。第4下把它做完，4下做完以后，我们把手放空，放空了以后不用去管它，静静的保持5到10秒钟。这个时候呢，会分为2类人，一类人呢，他会感觉到，哎，转的时候温度挺热的，但是手一停下来，哎，温度就没有了，这叫什么？这就是火苗小的一种表现。火苗啊，一定要越大越好，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人无火则灭。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们去转的时候，也有一类人，就是转完停下来以后，他这个火炉里面的温度啊非常的高啊，这类人就是自身火苗就比较大。然后我们无论大小，再来第2次，第2次我们转2下啊，来这么2下为1轮。来2下转完以后，第1轮转完，我们手放在我们的胸口保持住，好，然后保持个5秒钟以后再来1轮。我们一般3轮以后就见分晓，什么意思？一定要看一下转完以后火炉当中的温度。比如说我这2轮已经转完了，火炉当中的温度是高是低，是稳定住了还是一直在往外流失，这个都是要你去感受的。然后我们再来第3轮，第3轮一般是一个分水岭啊，我们就这样来第3轮做完。所有的朋友们，这一轮做完以后，如果说你感觉到火炉里面的温度已经稳定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手静静的放在一起就行，整个身体放松，你就不需要跟着我念了。你把手放在这里以后，保持40秒到1分钟，1分钟以后自己转完2下就行，再保持40秒钟。那么如果第3轮转完以后还是没有感觉到火上来，那么我们再来2下啊。在第4轮之后的每1轮，只要你感觉到火炉里面的温度稳定了，那么我们就把手静静的放好就行，不需要再接着转了，因为这是一个引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有很多人会发现发热、出汗，额头、后背、脚底出汗，手里面全是水。这个水是什么？一会儿给你来说啊。这是咱们的第5轮，咱们一定要静静的感受一下火炉里面的温度。只要稳定了，你就别转了，保持40-50秒钟以后，自己转2下，再保持30秒钟啊。来第6轮。这个如果说你每1轮做完，火炉里面的温度都稳不住，那么我们就接着做，一共是做上8轮，每转2下都叫做添柴加火，柴火添得多，火炉里面的温度就跟得上。好，这是第6轮，然后我们来第7轮。很多朋友会问啊，老师这个动作是做什么用的？你记好，火苗只要上来了，我们这些冷的、这些潮的、这些水就怎么样，不能在我们体内过多逗留，它会以一种形式，就是你身上出来的这种黏糊糊的东西出来，一会儿你的额头上面、后背上面、手心里面都会有。好，来第8轮，我们这8轮做完，所有的朋友们，8轮做完，如果手上还没有温度，那么我们的手就这么静静的放住1分钟到1分半钟，直到我们的温度稳定。今天我们的引导就完成了。
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会发热，就会出汗。你别看你坐在这儿什么都没动，但是它就会出汗和发热。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有的朋友们可能已经通过这个动作感觉到了，但是你手别分开，一定要做满时间。我把这个手分开，给你们讲点东西啊。所有的朋友们，你看好，手分开以后，初次去做，手上会有水，这个水过一会儿会黏黏糊糊的，这个叫做浊。什么叫做浊？浊的意思就是浑浊，它是带着冷的，带着我们的小湿小寒一起出来的。头上面也会有浊，这种是油乎乎的啊，黏黏的这种样的感觉。有的朋友做完以后，后背、脚底都会出汗，这就是一种好的表现。咱们这个动作每天去练，刚开始的时候叫入门，就是你需要引导每天去转。但是你随着每天去做的加强，逐渐的手心当中的火苗大了以后，手只要这么一合，就会有这种发热的感觉。每天做上3分钟到5分钟，期间你也不用转，身上自然而然就热起来了。现在天气啊逐渐冷了，秋天了，冬天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方法学会。到了冬天以后，你出门手套也不用戴。很多朋友冬天不敢下水的，把这个方法练一练，手正常下水，还有更多的好处，你自己念着琢磨琢磨就知道了。我在这里呢也不方便多说，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当你身体当中的水啊、小水、小湿、小冷特别多的时候，这个动作一定要记得去练，因为你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帮助是远远大于你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视频也好、直播也好，包括你们吃的也好。这个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去出发的，从里面往外让它走的。火苗只要上来了，这些水啊、湿啊，它是留不住的，通通都会往外走。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所有家人朋友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下企业。其实企业这2个字啊，对于40岁往上走的人群啊，是一点都不陌生。在这个群体当中啊，有大量的人啊，是一晚上都睡不着一个完整的觉，每天夜里面啊，总要起来去上1次到2次的厕所，甚至啊更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用我以前老师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人它分为2种劲，一种呢是外劲，外劲是什么？比如说我这个拳头啊挥过来，或者我推你一下，这个劲啊叫做外劲。还有一种劲啊叫做内劲，内劲是什么呢？啊，就是人老了以后啊，它这个劲啊会往下沉，同时啊它里面这个劲啊会松。内劲啊就是绷住我们整个腹部的一种劲啊，所以呢，很多人一到年龄大了以后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其实都源于我们里面的内劲、内气不足了。当你把这个劲啊能把它提出来或者把它绷住的时候，你晚上睡觉就不会出现啊说每天晚上睡觉还要起夜的这样的现象。今天我来教给大家一个提我们内劲啊，减少晚上起夜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珍贵，希望大家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一定要把这个内容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并且呢，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内部劲绷足了啊，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那咱们讲啊，内劲它离不开气，而气呢，它离不开咱们的肌肉作为一个载体。所以呢，想要把这个内劲往上提，我们首先啊有3块肌肉非常重要，是腹部的一个深层肌肉叫腹横肌，大腿内侧的内收肌，以及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就是这3块肌群啊，你得把它粘合的在一起做功，它才能让我们的内劲啊变足。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要领啊。首先第一个啊，我站起来给大家演示。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双手啊放在我们臀部2侧，就像我这样放在臀部2侧，放好了以后呢，我们做一个什么呢？夹臀啊，臀部往内去夹去收啊，大家注意看啊，臀部往内去夹，此时你摸着的时候啊是硬邦邦的啊，像铁块一样硬啊，去反复去找这种感觉啊。夹的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呢？收腹啊，就是夹的时候腹部还要往内收。一边夹臀一边收腹啊，就这2个动作你得把它结合在一起。最后呢，找到这样的感觉啊，粘合起来的感觉，再加一个夹臀收腹吐气。具体的就是这样，你看夹臀收腹吐气啊，坐着也一样能练啊。你看，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去吐上一个20下左右，你会逐渐的找到这个动作的规律。那咱们做起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效果，我们称之为弹臀效果。什么叫弹臀呢？就是即便我坐着不动，大家注意看我的头顶啊，你看1、2、3、4、5、
6、7啊，我依然能让我的身子起伏起来啊，我腿也没有动，是哪里在动呢？就是我们的臀部啊，这个叫做弹臀啊。我们把夹臀、收腹加吐气联合在一起，去把这个弹臀的动作给它完善一下。大家看啊，手放在我们的腹部，身体坐直，你看，来吐气。啊，没有做多少个，但是你能明显的感觉你里面的劲啊，一下子就绷起来了，会有一种气感在腹中啊，在这边绕啊，让你的腹部啊变得非常的紧，非常的深层的一种酸。这种酸啊，你像你平常去做一些卷腹啊，做一些运动，你是感受不到的。必须要通过这种方法去把这里面的气啊给它往上提起来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要点啊。首先，臀部往内去夹，收腹吐气，形成的效果呢就是一个弹臀的效果啊。我们把这3个动作联合在一起，再做10下，你看，啊，就这样去做。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呢，我们每天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上一个3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2到3组，一定要让我们的腹部啊完全的绷起来啊，有一种往上提的一种感觉，有一种内劲在里面，这个动作的要求就达到了。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还有第2个动作非常的好，马上分享给大家。第2个动作呢是强化我们大腿的一个内收肌群。我们说啊，腿上有劲，肾气就足。那么腿上的一个精髓在哪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整个外侧，而是在于我们的内侧啊。所以这一块肌肉啊，内收肌群非常重要。怎么强化它呢？非常简单，双腿分开，手臂的外侧贴近大腿的内侧。大家注意看啊，把这个姿势摆好，侧面看一下啊。把这个姿势摆好啊，你看手呢就把它架在一起，用我们的大腿啊往内去夹，手呢使劲往外去撑，你看就这样保持住，去保持一个20秒钟到30秒钟的时间啊，然后呢到了20秒钟以后，慢慢的手上开始收一点力，把大腿使劲夹进去，好放，来第2个动作，好放。第3个动作，好放啊，就这样。这个动作的意思啊，就是先保持一个静态的发力20秒，然后呢，再开始持续的把大腿往内去夹，夹上一个6到8下，大腿内侧啊出现酸酸的、胀胀的感觉，这个动作啊就做到位了。每天我们做8下这个夹腿的动作，然后做上2组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整套动作联合在一起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提我们内劲的一个方法。你只要坚持去做一小段时间，你会发现啊，不仅是腹部的内劲足了，液里面啊没有起液了，而且呢，整个人的肾气，包括说话的声音的一个洪亮程度啊，都会比原来啊提高不少。这个方法是非常宝贵的一套方法，所以大家看完以后啊，一定就要跟着练起来，并且把视频啊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收藏下来。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我的呢，记得关注一波，在别人那里啊，可能是不传之秘啊，在我这里啊，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10个呼吸间就能让你的督脉畅通，脊柱啊变得轻松。很多朋友听完了以后说，这个呼吸怎么能调整到我们的脊柱和我们的督脉呢？很多人不相信。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道家的绝活，这个绝活啊就叫做督脉小气功。它是通过我们的气去疏通我们的整个督脉，以及通过这个动作的引导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脊柱。做完以后啊，不仅会感觉整个后背都变得非常的轻松，而且啊，经常去练还能有益于我们挂在脊柱上面的5脏6腑，以及帮助我们更好的疏通我们督脉这条大经络。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啊教给大家，大家跟着我做完，如果感觉啊变轻松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啊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再想练啊突然找不到，那就麻烦大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怎么去做。首先呢，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啊，咱们是坐着去做，然后起始的姿势啊是双手啊这样手靠着手放在我们的肚脐下方啊，就是放在我们的小腹的位置。放好了以后呢，把我们的双背啊夹紧，也就是说2个肩胛骨啊要夹紧啊，它形成一个什么呢？手肘往后去夹啊，带动了我们整个肩胛骨啊一起往后夹，然后手掌呢就贴住我们的小腹往内去按压啊，就这样。
把这个姿势啊，大家跟我一起去做好。然后呢，我们要开始进行呼吸，也就是吐纳。看好啊，吸气。吐气的时候，注意啊，吐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肩胛骨啊向下沉，然后呢手往上提，同时小腹收紧啊。看吸气没有什么太多变化，吐气，注意看我的肩膀啊，肩膀要有一个向下沉、小腹往上提的过程，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挤压。就在我刚刚做的时候，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听到我后背的一个小骨头啊，就嘎啦一声，它为什么？它能震我们的一个脊柱，把一些啊微微有些紊乱的小关节啊，给它回归到一个正位啊。所以呢，这个动作非常好啊，来大家注意看啊，放好姿势，来吸气，吐的时候发力。看我的肩膀，到极限以后，气吐完，保持一会儿放松，再来吸，吐，好，吸，吐。吐完以后啊，一定要把气全部吐出来，然后你的力量感觉到压缩到极限。这个极限是指你的小腹往上啊，往内往上提到极限，以及你的双肩下压到极限。它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其实从我们的现在来分析来看啊，小腹往内收是稳固住了我们的下面啊，然后呢，同时再加上我们的整个胸啊往后啊往下去挺，去把我们的脊柱啊它有个充分往前顶的力量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会被我们的气压往上去提，同时呢脊柱会往前挺。它是其实做了一个内部气的一个按摩啊，是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包括我们的脊柱都有一个很好的、非常适当的一个力，给大家去做一个按摩。所以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一定要感觉非常舒畅的感觉。虽然可能我们的肌肉当中啊会有一些微微的发酸，但是整体来说，你做完以后啊，后背会感觉非常的轻松，以及有些朋友做完以后啊，额头上面会出汗啊，这个脏腑当中啊也会有一种轻快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动作的要领啊就达到了。我们讲每一个动作，它都是有很多的细节啊贯穿在里面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也一样。那么接下来大家再跟着我的节奏，我们再做一遍啊。双手放好，然后呢手臂夹紧啊，你看保持好一个姿势，来吸气。吐气，好，开始肩膀往下沉，手往内往上啊，小腹往内往上，来走，吐气，好，来吸，吐。很多人会发现啊，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啊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颤抖，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力啊，它在一个对抗啊，它在调节我们的一个深层的一个经络、深层的一个脊柱。所以呢，你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些发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小的颤抖，也是非常正常的。这正好啊，说明你的这个力啊，它正好一直在用啊，它是在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轨道上。好了，咱们这个动作啊就演示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并且啊把它分享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日常当中每天啊做上一个10个呼吸，那么一天的量也就达到了。坚持去做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的形体体态，整个身体的状态都完全不一样。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只要你关注我，每天都能学到非常有干货啊、有营养价值的养生小动作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耳朵不好啊，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不仅是你自己非常头疼，难以解决，给你看耳朵的人啊也非常头疼。为什么呢？因为耳朵上面的问题啊，大多数啊都是慢性问题，而且啊很多人啊都是老龄化以后啊才出现耳朵上面，比如说啊听力下降啊。长期的耳鸣啊，或者耳朵里面啊总感觉有异物感啊、痒啊、难受啊等等。那其实咱们的耳朵啊，因为结构非常的特殊啊，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啊去掏啊弄啊自己去搞。但是呢，我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小办法。这个方法啊，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耳鸣啊、耳朵里面难受、有异物感，或者耳朵听力下降。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按照这个方法去做，那你会发现啊，耳道慢慢的打开，耳鸣的状态啊也就会越来越好。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马上分享给大家。但是在这之前啊，我希望大家看完视频以后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啊，如果感觉内容好，一定要转发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那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吧。这个动作啊，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动作啊。
就是在耳朵我们前面这个小耳朵上面啊，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来，我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手指的地方是个小耳朵，那我这里呢有一颗痣，对不对？那大家可以看到啊，那我就按在我的痣上面啊，这个点呢就是我们今天啊要去按的点啊，那刚好上面有个痣，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定位标记啊，你看就这样按上去，按到这个点以后，轻轻的向内按压，然后去画圆啊，大约去画上一个30下左右啊，就这样。好，画上以后啊，我们第二个动作是做什么呢？刮耳朵，你看手啊握着我们的耳朵，你看用我们的大拇指放在我们的耳朵后面，然后这样一包就把我们的整个耳朵包住了。注意啊，大家注意，在这里我们的握啊不是把它握紧啊，而是虚握。大家可以看一下，虚握住我们的耳朵。这个时候呢，我的耳朵里面会感觉有一定的空间没被包实，这种感觉啊。你看虚握上去，然后顺着往下拉啊，拽着我们的耳垂往下拧一拧。好，再来2、3、4、5。再往下拉的时候啊，你要明显的感觉你的耳道，因为我们啊往下拉的时候啊，它受到一个上下的一个挑拨啊，就这样去做。我们正常啊做15下，做完了以后，感受一下你两边耳朵的一个差距，你会明显的感觉左边的耳朵有些发热啊，听的可能会更加清楚啊。那么最后一个也是非常关键一个动作啊，就是用我们的手掌堵住我们的耳朵，堵住以后啊，然后用劲往外往外拔一下。往里面压，2用负压力啊，给我们的耳道的深处啊进行一个放松。3、4啊，我们正常啊是做8下，因为视频的一个时长元素啊，我们就不全部演示完。但是在这里啊，一定要注意3个步骤啊。第一个啊，我们双手可以这样啊，因为演示啊，刚刚给大家演示了半边，我们做的时候可以这样，双手牙微微的咬紧，好去做画圈。好，然后第二个动作1、2、3啊，抓着耳垂往下带一下。第三个动作就双手顶住了以后往外1、2啊，我们这个动作可以同时去做。当然，你要想测试这个动作对你是不是有效果，那我们就可以单手去做，也可以的。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的，讲的应该是非常的易懂的，而且细节啊讲的也比较多。那么希望大家按照这个细节啊去做这个动作，尽可能的把每个细节做好，这样的话你耳朵上面得到的这个耳感啊是完全不同的。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大伟，谢谢大家。